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米奇，铡刀陷阱捕获到1斤多重的大米奇，用古代最为厉害的兵器弩弓出去狩猎，把露出一截小尾巴的松鼠捕获。烟雨蒙蒙的天气又迎来了新的一天，赛文带上砍刀要到山上查看陷阱，矫健灵活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犹如平地走得飞快。到了第一处设置陷阱的位置，原封未动，并没有出发。直到最后一处陷阱的位置，终于有了猎物，一只足有1斤多重的大米奇，足够自己可以吃2顿的量了。走着走着，还有意外收获，在这荒郊野岭的捡到了一只大铁盆，正好带回去当锅用。赛文始终信奉荤素搭配才是最有营养的，又在回去的路上砍倒一棵不知被砍过几回的香椿树，采摘下树间的嫩叶带回去。回到营地，就把刚带回来的大米奇放在火上褪毛，褪完毛，把米奇和刚带回来的铁锅在溪中洗一下，终于不用拿竹筒当锅了，省去了不少麻烦。洗完，把大米奇剁成小块装进锅中，把锅放在火上煮着，再把采摘回来的香椿一并放进去。余下空闲的时间，赛文要制作一把弩弓，让今后的日子里更加容易地获得食材。削了一会儿做弩弓的木材，锅里在煮着的食物也熟了，依旧把锅中的汤和食材分开放，不浪费一丁点辛苦收取回来的食材。赛文在床上开始大快朵颐吃了起来，吃完继续开始制作弩弓，用一根竹条作为尺子，利用木炭画出所要削去的位置。制作弩弓是一门精细活，所耗的时间也相对较长一点。把弩机削成一把枪柄形状，用削一根中间粗、2头平扁的木棍作为弓身，接着在弩机上用木炭画出所要凿去的小洞，利用刀尖一点点挖凿，直到可以穿过弓身。然后把弓身装在弩机上，再利用麻绳绑在弓身的2头作为弓弦。之后在弩机的尾部安装上扳机，整个弩弓就制作完成了。接着把细竹条一根根的把头削尖作为弓箭，然后拿到火上烘烤箭身，把箭身弯曲的部位掰直，最后在箭的尾部装上树叶做的箭羽。制作完，赛文拿着弩弓在门外练习，有了足够的准度，才能够给猎物一击毙命效果。拿着新做的弩弓到山上实践一下，不时的抬头寻找着，一棵树上的草窝里露出了一截小尾巴。赛文在树下精确的瞄准，缓慢的扣动扳机，随着弓箭的发出，树上的松鼠也应声而落。一次成功的狩猎，在树下寻找到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收获，心情不错的赛文就返回营地了。这次主要还是去实践一下弩弓的威力，把松鼠清理干净，架在火上熏烤着，然后把上次熏好的薯片放在锅里煮着。忙了一下午了，来点小点心。不停蠕动挣扎的高效大补蛋白质，架在火上来炖营养小烧烤，味道一绝，颗颗爆浆。大补完，趁着天黑蜜蜂都在家的时候，光明正大的掏它老巢，这属实有点高调。春意盎然，百花齐放的春季迎来了动物繁殖高发期。赛文背上竹篓，到山上寻找高品质的蛋白质。一棵倒在路边腐烂的树木引起了赛文的注意，在树木腐烂的树干中翻找着白色大宝贝。像这种腐烂的树是大宝贝最喜欢躲藏的地方。像大家都在吃的蚱蜢和蚕蛹都是比较低端的蛋白质，这种白色大宝贝吃下，可能营养过剩，流鼻血止都止不住那种。收集完树上的大宝贝，赛文迫不及待地返回营地，要调养调养自己的身体。把大补之物倒在铁锅中，支支鲜活蠕动的，才最为适合插入竹签中，用来做烧烤食材。把大的都穿进竹签中，放在火上烘烤着，不停地挣扎蠕动着，等到烤熟之后的口感将是睥睨舌尖上的中果。自己有了补品，赛文把一些小的都喂给了2只正在谈恋爱的原鸡，期待着它们早点造出小鸡来。等到火上的食材烤到外焦里嫩的时候，也到了品尝的时候了。一口咬下去，外皮酥脆，而里边还有着滚烫的酱汁，也是常说的颗颗爆浆。吃完，赛文要立马去消耗，避免营养过剩。一个天然的石洞中飞舞着非常多的蜜蜂，赛文也没有急着把蜂巢端掉，而是等到晚上蜜蜂全回来的时候动手。回到营地，利用一些干燥土从中劈开，接着削成竹片，做了一个火把。等到天色完全黑了，是时候赛文报下午在岭上叮咬的仇了。老话说得好，君子报仇从不隔夜。到了蜂窝处，赛文把洞穴附近的杂草处理掉，再把洞口处的石头搬走，扩大一些操作空间。密密麻麻的蜜蜂在蜜饼上，赛文把蜜饼一块块的都从蜂窝中取出来，然而并没有受到蜜蜂的攻击，收取了不少的蜜饼。拿着今晚的收获，在夜色中返回。第二天一早，赛文把昨晚取回来的蜜饼包在叶片里，接着夹在竹片上烘烤。等到烤熟，在自己的小床上大快朵颐。早上吃点甜味小早饭，
然后吃完再睡一个回笼觉。下雨天爬在湿滑的大树上摘取长在7、8米高处的铁西瓜，在溪流中制作捕鱼的竹床。然而等到上货需要较长的时间，只能住在天然的石洞中过夜，等到明天才能收取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文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喂食关在鸡笼里的一对原鸡，把木薯剁成小碎渣喂给鸡吃，更容易的让鸡吸收营养。喂完鸡，赛文要给原鸡重新搭建一个鸡棚，更大的面积更适合它们活动和注水。把斜坡底下的枯叶和一些树枝清理干净，再用木棍把地面稍微的挖平坦一些，方便后续的搭建。接着在营地后面的山上砍几棵竹子作为搭建鸡棚的材料，然后把砍回来的竹子砍成相同的长度，再把竹子劈成一根根的竹片，方便一会儿的编制。把削尖的竹片用木棍夯入地底，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编制了。把削好的竹片上下交叉的编在夯入地底的竹条上。对于鸡棚的要求不是太过注重，只要足够的牢固，能够不让鸡跑出来就可以了。经过2小时的制作，也是完美收工了。把2只正在热恋的鸡关在新建大了好几倍的鸡棚中，让它们熟悉一下新环境。接着赛罗背上竹篓到山上寻找食材，眼观四周，耳听八方，在一棵树上发现了食材。赛文也不管树有多高，直接脱了鞋开始上树。在树上的枝头上挂着像是西瓜一样的果实，而这种果实也叫铁西瓜，别名好像叫炮弹瓜。摘了2个就提着回了人地。回了营地把瓜劈开，赛文要把里面的核取出来。有老铁吃过这个吗？把取出的核仁洗干净，夹在竹片上，然后拿到火上烘烤。从没见过这种食材。等到烤熟，赛文吃起了像是土豆片一样的核仁。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赛文出来寻找食材。昨天吃的核仁肯定是不管饱的，先砍了一根树枝啃啃，来解解馋。到了溪中寻找一些可以补充能量的食材。一些在溪中个头不错的田螺正合赛文的口味，一路的找寻上来一处有着天然截流的小闸口，非常适合布置捕鱼床。清理掉溪边的杂草，再把溪流下的石头整理成适合布置捕鱼竹床方位。然后赛文从山上砍来所需的材料，开始设置陷阱，把木棍按照所需的长度砍断，架在小溪两旁。接着把砍回来的竹子量好，长度同样的砍断。之后把砍好的竹筒用刀在竹节处砍碎，砍碎后把竹筒平铺开来，再把平铺开来的竹筒用一根竹条横向的利用树藤固定绑紧，然后再把竹床的平面3个边捆绑上竹片，防止鱼逃跑。最后一步，把入水口的缝隙全部用树叶和石头堵上，这样只要鱼进了竹床，就再也无处可逃了。然而这样的渔床不可能短时间内捕获食物，赛文只能在这里寻找一个可以过夜的住处。拿着一开始捡的田螺和老解放牌帆布鞋，发现岩石上方有个天然的石洞。到了石洞查看一下，足够1人居住了，只是站不起身来。找到了住处，赛文捡回来一些木柴，开始烧烤捡回来的田螺和螃蟹，简单的吃了一些，就进岩洞早点休息了。到了第2天，赛文艰难地爬出岩洞去查看竹床。到了溪边，有着不少鱼被冲进了竹床上，收获也是非常不错。而且这竹床是可以长期使用的，能变成长期的饭团。拿着捕获的鱼回到生火的岩石上，重新把火点燃。赛文直接把鱼夹在了竹片上，迫不及待地放在火上烘烤，都没来得及给鱼掏心掏肺的照顾，也是真的饿坏。烤熟后立马大口开炫，等吃完还得回去喂那2只热恋野鸡。体长足有一个成人长，全身布满乌黑鳞片的辣条是如何捕捉到的？未死先扒皮，只为一顿极度鲜美营养的烧烤大餐。就在营地附近的山泉中捕获到个头不小的野生石蛙作为晚餐。一天之计在于晨，草屋上炊烟袅袅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文把昨天采摘回来的炮弹果劈砍开来，为自己做个早饭。把果实里面的核取出来，削去附在核上面的瓤，然后直接扔到火中烘烤着。接着把木薯剁成小碎渣，为2只鸡准备食物。剁完把木薯渣渣给2只鸡安排上。把火中的果核取出来，用刀把核劈开，取出核仁。就为这一顿早餐，步骤相当的麻烦。把核仁夹在竹片上烘烤，越看越是像在烤薯片。实话实说，这品相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简单的吃过早饭后，赛文背上竹篓到山上寻找食材，在岩壁下采摘了一些不知名的野菜。有老铁认识这是什么菜吗？这种野菜在这山上非常多，一路的采摘着这种野菜，抬头发现了什么，快速的放下了背在背上的竹篓，显然是要大显身手。一条全身乌黑吐着舌头的辣条盘踞在岩石上，发觉了有人类的靠近，试着游泳，可是他却不知道遇见的是正需要蛋白质的赛文，奋力一扑抓住了蛇尾，接着另一只手沿着蛇尾上来，迅速的抓住了蛇头。这条蛇也确实不小了，有着1人多长。有了这根辣条，今天的食材也有了，再加上还采摘了一些野菜，
回到营地，赛文把辣条放在地上玩耍了起来。这应该是无毒的乌枭蛇，不然也不敢这样戏弄他。之后，赛文把辣条的头绑在屋顶上，再为他掏心掏肺地剥去了身上的外套，然后拿到溪中清洗一下，接着切成小段夹在竹片上，足足的2串大肉串架在火上烤着，再把采摘回来的野菜也放在锅中煮着。空余时间再给自己做一个竹筒茶杯，等到锅中的野菜完全煮透，把菜汤倒进刚制作好的竹筒茶杯中，再把菜倒在香蕉叶上，架在火上的辣条肉也已经完全烤熟，外焦里嫩，外带了一点焦味，一荤一素的搭配完全符合赛文的要求。吃饱喝足后再睡一个午觉，醒来无所事事的赛文利用锋利的大砍刀剃去留了许久的胡子，然后到了溪中寻找呱呱乱叫打扰他睡觉的石蛙。眼尖的赛文立即找到了罪魁祸首，飞身一扑抓住了岩石旁的石蛙，个头也确实不小，难怪叫得那么响亮。利用细树藤把石蛙绑上，有了一只继续寻找，一只的量也不够赛文的食量。又在水潭中发现另一品种的蛙类，本着只杀错不放过麻雀再小也是肉的理念，也把它绑在了树藤上，沿着小溪一路寻找上去。提着满满的一串回到营地，赛文拿出铁锅把抓回来的食材清洗干净，然后拿到火上烹煮着，看着品相一般，营养却是很高。把煮熟的食材倒在香蕉叶上，开始大快朵颐。利用藤条陷阱捕获到了一头野生小母猪，这给自己的小农庄又添加了一位新成员，也为自己未来的畜牧行业扩大了新队伍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文背上竹篓，要到竹林中采摘竹笋，沿着屋旁的小溪向着山上走，到了以前建造的临时住所。本来是想在这里当做营地的，但建在溪流中间，等到下大雨可能有危险，才放弃了这里。到了山上，开始收取竹笋。这个季节的竹笋已经是有点老了，只能砍笋间最嫩的位置作为食材，但这笋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，随便采摘。然而赛文发现在地上的竹笋有被动物啃食过的痕迹，而且还非常的新鲜，像是刚刚才啃食的，看着留下的痕迹像是野猪啃的。附近也有几处被啃食过，而留下的痕迹，赛文立即开始设置陷阱，把斜坡上的一棵小树拗下来，砍去其上的树枝。小树的根茎生长在地底，省去了挖洞的麻烦，而且弹力非常强劲。找来一根手指粗的藤条绑在小树的树尖位置，然后在地上夯入2根带着插枝的木棍作为触发器固定的位置，再利用小树枝作为触发器，把绳套放在小树枝上，只要有东西踩上去就插翅难飞，再在陷阱上盖上些枯叶作为伪装，之后在陷阱旁插入小树枝封锁别的出路。制作完陷阱，赛文背了一根枯竹回去，要在这临时营地过上一夜，等待猎物是否能入套。简单的烤了几根竹笋当做晚餐。到了第2天，赛文上山检查陷阱，到了陷阱处，一只被套住了后蹄的小野猪在陷阱上，随着野猪洪亮的叫声中，已经彻底被赛文制服。背着已经绑得严严实实的小野猪返回营地。回到营地，赛文查看了一下野猪的状态是否适合养殖。可怜的小母猪已经挣扎的脱力，在地上瑟瑟发抖。赛文就立即开始搭建野猪的猪舍，利用2根头上带插的粗木棍作为立柱，接着就近在旁边砍了一些竹子搭建猪舍，把竹子按照相同的长度一段段的砍下，然后平铺在底部作为猪舍的地板。接下来把相同长度的竹子按照4角形一根根交叉的放上去，之后再把木棍插入外部交叉位置的地部。看着这猪舍的位子也不大，只能养1到2只小猪，但看这猪舍的外形还是非常美观的。经过3小时的搭建，终于把猪舍完成了。把小母猪从屋里提出来，小心地放到新建的猪舍中，解开绑在墙上的树藤。以后要靠这只小母猪来繁殖壮大畜牧业规模，但还是需要靠赛文精心照料才能实现。最为新奇的方法，制作木薯饼。利用2根带有尖刺的树藤当做刨丝器，把木薯放上面慢慢刨成细渣，只为吃上热气腾腾的木薯饼。新的一天来临，随着营地中的队伍不断的壮大。一大早，赛文开始为营地中的动物准备食物，已经为小母猪喂上了食物，再把木薯剁成细渣，可以给鸡棚里的原鸡喂食。精心的照顾，只期待母鸡早点生蛋，孵出小鸡作为回报。
喂完营地中的动物，赛文要到山上寻找木材，为新来到营地的小野猪制作个猪食槽，以便于往后更方便的喂食。寻找到了一棵粗壮的树，开始砍伐，随着斧子一下下不停地劈砍树木，也应声而倒。只是做一个猪食槽，只需要树木根部的一节就足够用，余下的整棵树可以等下次要用的时候再来取。背着木材回到营地，可以看到斜坡上上次开垦种植的植物也已经发出嫩芽。把砍回来的木材放在地上开始开槽，这也是一个相当消耗时间的工作，需要斧子不停地劈砍，凿出一个足够装食物的深度。赛文又在猪食槽的一边劈砍出一个可以握手的把柄，方便把猪不喜欢吃的或没吃完的食物倒掉。做完猪食槽，赛文砍来刚长出不久的香蕉树，喂给小野猪。待了一天的小野猪也不怕生，直接吃了起来。忙完营地里动物的事，赛文也准备自己要吃的食材了。到山上寻找一些木薯之类的食物，不仅自己能吃，如果吃不完的话，还能给动物吃。这种食材还可以长期的储存，而不易变质。说来也巧，没多久就找到了一株倒在地上的木薯。赛文砍断树枝，直接整根的拔起来。这次没发挥好，还有半截断在土里的，继续用刀往土里挖掘。就这么一棵木薯树，就能产出不少的木薯根来。以前总是烤着吃，今天要来做一种全新的吃法。在山上找了一根带有尖刺的树藤，用刀砍了2节带回营地，然后把2根带刺的树藤绑在一起，再把削完皮的木薯在上面不停地摩擦，就像是刨丝器把木薯刨成细渣，用手把木薯中的水分全部挤进锅中。这是要把一种食物做成2种的食品，再用香蕉叶把白色的木薯包起来，等会儿直接放在火中烧烤，做成木薯饼。升起火，把锅中的淀粉直接放到火上煮着，做成薯糕。接着把包在香蕉叶中的木薯放在炭上烘烤着，等到锅中的淀粉粘稠就可以吃了。虽然样子不咋地，但赛文已经很久没吃过这种食物了，味道也算很好。吃完锅中的薯糕，烤着的木薯饼也好了。原始丛林的小溪中，轻松地捕获到个体巨大鲜活的原生马口鱼，现烤出没有被核污染原汁原味的河鲜大餐。丛林中一根硕大的天然大树藤，足以一人在上面睡觉荡秋千。新的一天，安顿完营地中动物要吃的食物，时间也是不早了。今天赛文要到溪流中抓些河鲜来解解馋。就要快到小溪边的路上，发现了一棵小棕榈树，砍了一截小树干，削出里面的树心，这刚好给饿着肚子的赛文补充能量，也为接下来到溪中捕鱼提供了些许力量。到了溪中，仔细地低头寻找水中的小鱼，利用刀背迅速出击，砸晕水中的小鱼。要说这种冷水鱼也不算小了，沿着小溪一路的抓上去。抓了不少鱼，赛文利用一根细树枝把捕获到的鱼都穿在上面，都是一些个体也还算可以的马口鱼。有了食物，要寻找一个适合烹饪的位置。一根天然硕大的树藤赢得了赛文的青睐，坐在上面就是一个天然的秋千。就这树藤让我去，也能玩不少时间。选好了位置，赛文用石头在树藤边把地面铺得稍微平坦一些，方便等会儿搭建一个临时营地。铺完地面，赛文到山上砍一些木棍作为搭建营地的材料，之后在铺平的地面开始绑扎营地的框架。
斜三角的结构是在丛林中搭建营地最为结实的构造，然后砍一些树叶铺在框架上，防备晚上下雨的可能。毕竟只是简单的住上一晚，没必要搭建的非常复杂，能遮风挡雨的就可以。再用香蕉叶铺在地面，隔绝身体和地面直接的接触，而吸收去身上的热量。做完这一切，从山上捡取来干枯的柴火，先生上火为稍后的烹饪做准备。接着把从溪中抓来的鱼洗干净，足够多的鱼把一半装进竹筒中煮成鱼汤，而另一些个头稍大的夹在竹片中烧烤，意味着小溪非常的干净，纯天然，也不用开膛破肚仔细的清洗。把洗完的鱼放到火上烤煮着，等待煮熟。外焦里嫩的烤鱼品相绝佳，竹筒中的鱼汤也已经完全沸腾。在地上铺上香蕉叶，丰盛的河鲜大餐正式开始。鲜美的鱼汤加上外焦里嫩的烤鱼，让人食欲大动。吃完丰富的一餐，在天然的大树藤上娱乐一下，开心的耍会儿。